现在的相亲简直就是把男生在往绝路上逼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前几天我这里来了一个95年的女孩，跟一个90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呢，双方都有意向继续接触一下。结果他们回去之后一聊天就出问题了。男生呢，他是个码农天天的很少跟女孩接触。大学的时候呢，他谈过一场很短的恋爱。后来工作之后呢，又天天忙于加班业务了，每天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的。休息时间他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打打游戏，业余生活很枯燥的也没有什么社交，所以因为他累一到休息基本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眼看着这个岁数到这儿了，家里也开始催他，这时候他才出来相亲可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呢，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更不懂得女生的心思，聊天呢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去哄女生开心的。所以呢，跟这个95年的女生一开始聊天就纯属硬着头皮找话题聊，每天他也早安晚安的聊确确实实聊得很尴尬。他觉得自己这是礼貌性的在问候，然而呢，他不知道现在的女生把这种聊天叫什么？人家说这是渣男的套路耍嘴皮子的。他们认为行动比嘴上说要来得靠谱得多。所以呢，女孩这边呢就很不以为然了聊了一天之后就有点爱答不理他了。于是男生眼看着这聊不下去了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那种聊天的高手，就想要不然就约女孩出来吃个饭，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得了。可是呢，约了2次女生都在推脱。一会儿呢说自己周末要加班了一会儿呢又说她约了闺蜜要去看电影。总之非常难约。男孩呢还是想坚持一下那他就来找我了。于是呢，我就问女孩咋想的，不想接触的话你就跟人家说清楚就得了。他说反正也不是那么喜欢吧，但是呢也没有那么讨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接触一下的。于是呢，就在我的撮合下女孩呢就出来跟男生见面了。他们周末呢在一起待了一整天。这一天他们吃饭看电影买奶茶吃零食，还去了一个小网红景点。总之呢，所有的花销男生都承担了。女孩呢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对于这一点男生第一次出来呢花了点钱他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可是回来之后呢女孩呢就开始跟我抱怨了。她说这个男生现在事业平平，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的，但是还一直在侃侃而谈未来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还聊到了买房什么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现在的收入不大可能买得起北京的房子的。虽然呢我也没有那么物质，但是我更希望他能实际一点说点现实的没有必要跟我画饼在这儿。另外吧还觉得男生有点抠他说2个人第一次出来见面男生呢选的餐厅居然是一个人均消费才几十块钱的小饭馆。自己呢虽然不用非得去吃那种上千元的大餐，但是就这么着感觉是挺被敷衍的。所以他对男生的喜欢还是出不来。他还觉得男生的情商太低了一直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别人的想法似乎呢就关心的很少。这一次的交流他认为是没有加分的，反而是减分了。后来他们其实又见了几次正好呢元旦的跨年的那一天男生就约她出来嘛。女生说还是有一点点小期待的结果来了之后发现这个男生仍然穿着前几次一直在穿的那件衣服。他说他真的很下头然后呢男生还给他带了个小礼物是一个小公仔一只小猪，应该呢也是一个100多块钱的东西。这一次之后这个女生就再也没有赴这个男生的约了所以我就发现现在的女生其实她们真的是不太会选人的。大家来说一说一个男生不会聊天，是不是只能说明他没有多少恋爱经验？这个难道不是件好事吗？然后他出去花钱不大手大脚的那不是他太抠，其实他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何况就算他想给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那是不是也得等你们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之后了，他才敢那么给你花呀？再说了，你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这到底谁更抠对不对？人家跟你规划规划未来说一说他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想法，这个就算他现在没有那么好，至少他是想努力的给你畅想一下未来。怎么就成了在给你画饼了呢？反正总之我觉得现在这种舔狗式的相亲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要是男人都是那种特别会聊天又懂女人的心思，还会哄你开心，花钱也很大方，那你们能都单到现在吗？
何况那种什么都会的男人，他也不缺女人的，那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渣男。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这种恋爱观是不是在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吗？好男人都找不到对象，你们说是不是？如今在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这个00后的女孩和90后的女孩真的竞争非常激烈。最近呢，有个33岁的北京男生人工智能工程师非常优秀，年薪100万，在北京有房有车也有北京户口。就这种条件，在一线城市的相亲市场里面，其实也算香饽饽了关键的是，这个男生原本他想找个90上下的，觉得有利于结婚嘛，不想找个年龄太小的，怕人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所以我们一连给他介绍了3个90左右的女生相亲。见完了这几个女生之后这几个女生分别反馈了她们自己的想法。其中第一个说呢，33岁做的这个年薪也不算什么，她说自己做金融的，天天跟大佬打交道，这种收入跟她是差不多的，她觉得男生没什么亮点可以吸引她，所以她没看上这位男生。另外一个女生呢，上来就说了这个男生是我已经降低了条件之后我答应见面的但是呢，感觉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条件的男生，听说他还有房贷我还是不太想结了婚还要跟他一起还房贷，生活质量一下子降低好多。我觉得自己还是想找个在创业的男生，或者年纪大一些事业已经有成的男人。北京最好有全款的房子有别墅的更好，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一些。我反正见完这位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还是真的不能降低自己的要求的。等都等到现在了，为什么我还要将就呢？这位呢也没有看上这个男生。那么还有最后一个他呢也是一堆理由，什么长相不太喜欢什么不是独生子，有个妹妹，自己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也没看上他。于是我们也很纳闷现在的女生都如此眼高于顶了吗？一个细节不行都能覆盖掉对方所有的优点。后来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生的资料呢推给了2位00后的小女孩。这2个女孩就很奇怪人家一致就认为这个条件是很好了，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见面认识一下。因为00年的女生她们想得特别明白，首先自己绝对不想成为大龄剩女，所以坚决不走他们的路线，早早的人家就要处理好成家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自己不一定就非得要找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只要找个男生有上进心的就行是个潜力股就好，人品好，正直阳光就行了。至于钱方面呢能好一点当然更好，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好呢，也可以一起努力的。别说一起还房贷，就是一起共同买房子，他们都觉得很正常，完全能接受。看来这个竞争的局面真的已经完全打开了，大家有没有闻到那股硝烟的味道呢？最近呢，有一个85年的女粉丝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到了她这个年龄还能不能遇到真爱？我说如果你还想等遇到真爱之后再结婚，那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了。为什么呢？首先从男人的角度来讲一个40来岁的女人，你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在退化了。比如说你的皮肤松弛了，你的身体呢也亚健康状态，你的生育价值已经在严重贬值了。这个时候一个各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虽然他可能会很吸引你，但是你是吸引不了他的。而一个各方面短板都比较多的男人呢，可能适合结婚，但是你可能呢对他也不感兴趣。这个时候你想遇到的爱情他就不会到来了不管你自身有多么的优秀都不管用，除非你找一个年纪大自己很多，离过婚，甚至还有孩子的一个优质男人，可能呢这样有点希望。他说那得大多少才能接受我呢？我说你至少得往大自己10几岁以上去找了。他马上就摇头这也太可悲了吧，如果他大我那么多，我肯定还是爱不起来的呀，太老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40岁左右的女人还想找感觉要爱情，恐怕要做很大的突破才行了。但是这是反人性的呀，所以呢你可能找不到爱情的。其次呢，就是从生理的角度而言，你都40来岁了，从科学研究的数据表明爱情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因为激情引起的，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它是体内荷尔蒙被激发引起的。你都40多岁了，你觉得你还有多少荷尔蒙能分泌呢？你还能爱上谁呢？你就算爱上了，又能爱多久呢？你的过往经历当中已经消耗掉了多少激情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大龄剩女都没有爱情都极其理性，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这些评价不能说没有一点点道理，因为你们确实已经这样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大龄剩女她会情不自禁的爱上弟弟的原因但是弟弟又有几个能真正的把姐姐娶回家呢？
非常的少。最后呢，就是从社会层面来讲了哈，现在在一线大城市里啊，剩女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非常的多。据说北京、上海已经突破100多万了。而社会认知里哈，对这样的一群女性啊，有各种说辞，比如说大龄剩女太优秀了啊，没有男人配得上她们，或者说呢，大龄剩女啊都性格有问题，要不然呢早就结婚了，或者说她们物质啊、自私啊、滥情啊、挑剔啊、作啊等等哈。总之就是一些比较尖锐的评价，给他们印上了标签，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还有哪个男人敢大胆的去追求一个大龄剩女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我问大部分男生一个问题啊，你为什么宁愿在家里打游戏，也不愿意追女生？你们的回答一定是，我为什么要追啊？喜欢就在一起呗，不喜欢就拉倒嘛。追女生太累了好吗？哦，还要花钱啊，花了钱还不一定有结果。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追啊，还要付出啊？谁想当那个大冤种啊，谁就去啊。最近我还听到了一个这样的推理，他是这么说的啊，不愿意追女生，那这个女生得是谁啊？这里边啊有一个因果关系。比如说你过生日，你爸给了你100万做礼物啊，那这件事里边呢，不是因为啊有一个人给了你100万，所以他是你爸，而是因为他是你爸，所以他给了你100万。那秦始皇统一6国，不是因为他是秦始皇，所以他统一6国，而是因为他统一了6国，所以他叫秦始皇。比如你就职的公司出现了财务危机，你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去赌那个黑洞吗？你肯定不愿意。所以男生为什么要愿意为那些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女生去不计回报的付出呢？所以你要知道，不是因为他付出的不够，所以你跟他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才付出的不多。大家赞同他这个说法吗？来，我们评论区聊一聊。你知道现在的男生啊都是怎么筛选女生的吗？他们啊有以下几个原则哈，男生们也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你们心中所想的。第一点哈，相亲前啊就各种打听你们家房子多大哈，在什么位置，有没有贷款，车子呢是多贵的啊，是什么档次的，这种就冲着物质来的啊，直接就不用见了。第二呢，相亲认识的女生啊，加了微信不回信息的，就视为没看上，可以立马删除了。如果大半天才回你的，就可以不用搭理他了啊，直接 pass。第三呢，加了微信聊天回复总是啊哦呵呵这种的哈，也可以直接不用聊了。第四种啊，加了微信聊天也比较积极，但是呢总是找各种借口约不出来见面的，这种啊可以视为被养鱼了啊，做备胎了，这种也可以马上放弃的。第五呢，微信回复啊也积极聊天，但是啊出来约个会啊，完全是男生在买单付出啊，人家就是摆出一副你得跪舔我的样子哈，这种公主病的还是下一位吧啊，伺候不了的。第六呢，出来见面好几次了哈，手都不让你碰一碰的，明显就是不喜欢你，勉强跟你啊在一起试试而已，估计再接触啊迟早也是没戏的，放弃吧啊。第七呢，加了微信主动打招呼，积极回应，能够约出来见面，能主动互动的哈，偶尔呢还会买个单，送你个小礼物，不跟你作，不跟你闹啊，也不跟你要转账，性格比较随和。约会几次之后呢，可以接受牵手拥抱哈。约会1个月以后，男生如果表白就同意做女朋友的，那这个呢才是他们想要的女生。所以现在的男生说嘛，相亲女生不用追啊，如果要追就高效一点哈，行就行，不行啊就下一个。女生不是追来的，女生是选择来的。如果说一个女生不愿意做你的女朋友啊，那你怎么追怎么舔啊，都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你想等到一个心动的女生出现了你再追啊，因为你觉得男人嘛啊，不能做这种广撒网的事儿哈，太渣了，应该专心一点追一个女生就行。你看看哈，这个就是你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了。专一，它不是让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啊，是你找到了女朋友之后一心一意对人家，这个时候呢才需要你去专一的。你现在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呢，你专一个鬼呀你啊，是不是这样子啊？33岁算不算大龄剩女呢？当然算哈，你也别不服气。你说你学历高，你想找个学历高的男生应该不过分。你说你长得漂亮，那找个男生就得长得帅啊，这个是不是也不过分？你说你的收入高啊，有房有车，那找个同样收入也高啊，有房有车的男生是不是也没有毛病？对不起哈，有毛病。
这个就是你为什么成了大龄剩女的原因，因为你既要又要还要，综合条件这样好的男生，他缺女孩子嫁吗？他能找你33岁的，也能找一个23岁的，那人家为啥要找你呀？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姑娘人家就能嫁得很好吗？因为人家懂得取舍，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挑男人的时候只挑1、2样。比如说有的姑娘她就想找个有钱的，那她就只挑有钱的，至于说这个男人的身高啊、长相啊、学历啊、婚况啊、年龄啊，她就完全可以不去看的。还有就是有的女孩子她就喜欢学历高的，那只要这个男孩子的学历高，其他的情况她就可以不太考虑了。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原生家庭不怎么样身高长相也不怎么样有没有钱也不太在意的还有的女孩子呢只喜欢那种脾气好性格好的然后呢那这个男孩子有没有钱身高长相她也可以不在意的。还有的女孩就不喜欢长得帅的，那只要这个男孩子他足够帅，其他的短板他也是可以无限度的去包容的。所以呢人家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像咱们这种什么身高长相学历年龄包括这个物质要求精神需求样样都要的，那真的就有点难了再加上你已经33岁了，那基本上你不降低要求，这个是很难嫁出去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咱们到评论区八卦。离婚之后到底是男人更想再婚还是女人更想再婚呢？其实一定是女人更想尽快嫁出去的。为什么呢？这句话可能女人不爱听，但是事实呢就是很少有女人她不需要婚姻的。如果男人的经济能力比较强的话，那他对婚姻的依赖性就越低。毕竟是男人都是靠自己挣钱买房买车养孩子养家嘛，他们都是靠自己说实话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几个男人会主动的投入到婚姻里面去呢？但是离婚的女人呢就恰恰相反了刚刚离婚不久他们就会急着想找下一个人的怀抱了。你去看一看朋友圈很多晒离婚证的广而告之的几乎都是女人干的。为什么要晒出来呢？对吧？他们对上一段婚姻极度的不满，当然呢我们也不否认有些问题可能真的是男人造成的。那但是不管怎么说，二婚的女人呢往往离婚之后呢就想马上寻找下一家，并且呢提出来的条件比之前还要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了之后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选择权，即使是别人对他挑来选去了。二婚是非常被动的，当他们终于发现自己行情很不好的时候，又会自我安慰说要个男人来干什么呢？钱我自己可以挣，娃我自己可以养，房子我自己也有，车我自己也能开其实真的这种有底气的女人呢说这个话呢也就罢了她们确实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人家不依赖男人也能生存得很好。但是呢另外有一部分女人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她们也跟着起哄说找个男人真的没有用我就想问一问从大面上来讲，保家卫国啦，抢险救灾啦，这些事情不总是男人们冲在前线的吗？难道是女人吗？在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当中，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吗？往小了说，家里边的苦活、累活、重活、脏活，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在扛吗？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给老公打个电话，对吗？有一部分的女人不管她是头婚还是二婚她都要把婚姻当做一个跳板的，她们总是想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已经很少见到那种能麻利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有耐心相夫教子的女人了。相反的，有不少的女性表示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嫁个人结过婚就变着法儿要去索取，嘴上喊着是男女平等，实际上呢又极其的双标，这边要依赖男人的经济那边呢又喊着要独立，既要求享受的同时呢又要求被尊重。二婚遇到的女人呢就更现实了真情人家都留给前夫了精力呢也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再婚的男人呢还能遇到真爱吗？也难怪男人们不想再婚了嘛，他们说保命要紧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种只会索取不懂感恩和付出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的？同居就等同于结婚了吗？有一个女生跟我说最近她刷到过好多这种视频看评论区的男生们都非常认同这个观点。那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同居过的女生，我就不承认我同居过，谁又能知道呢？男生既然嫌弃有同居史的女生，有些女生也真是很傻的
男生问你，你就说没有不就完了吗？如果是我呀，我肯定不承认的。他又没有证据，怎么能发现呢？其实我在这里告诫一下那些有过同居史或者正在打算要跟男朋友同居的姑娘们，你要知道同居的本质其实就是结婚。你跟一个男的同居了，其实和结婚没有什么区别的，你们完全过着夫妻生活了，只是少了那张纸而已我知道很多女生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可是你该给一个男人的都已经给过了呀，你相当于已经给别人做过一次老婆了，你再换一个同居，相当于又结了一次婚。如果你和很多男人同居，那你就结过很多次婚了呀。各位，你一定要明白实质性的婚姻，不管是有证无证的，只要在一起生活，做着夫妻该做的一切事情，那就是实质性的婚姻了。那张纸不是实质，那张纸是用来划分财产的，日日夜夜在一起的生活才叫实质。所以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